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2025年的12月18号。那么今天这个视频呢，主要讲三个内容。首先呢，就是这个小的账户啊，已经到今天正好是30天，因为我这个小账户呢是11月18日开设的，那么今天呢是12月18日啊。那么到今天呢，我要讲一下我这个账户的一个取得的成绩啊，目前的一个情况，还有呢就是讲一讲我的一些心得。第二个呢，就是要讲一下对未来这个美国股市的一些看法，就是接下来的一段时间。第三个呢，就是讲一讲，要不要我们是买着股票，账户里面买着股票过年，还是就是用更多的现金过年啊？那么首先呢，就是已经是我的看了一段时间的用户都知道就我呢是从11月18号开设了一个小的账户，本来想休息了不想再弄了，但是呢就突发奇想就为了做一个这样的视频我就打算拿一个小的资金来运作这个账户，看一看呢就这个账户呢最后能走多远所以呢，就虽然是我明知道就是这个过年的这个行情就到年底了嘛，这个行情可能是不会好，应该要下跌，但是呢，我还是想挑战一下看一看情况。就从11月18号一直到今天，正好是30天。那么目前呢，就取得的收益呢是在接近40就39点多一点吧，就差一点点就40。那现在我录这个视频的时候，应该来讲应该超过40了那么账户呢，目前的资金呢也达到了就是7000多吧。那么这两天其实很累的，是很累的因为大家看我脸色也不太好因为这两天其实大家都知道，这一星期股票都是下跌，对吧？但是我为了做这个视频，要满足账户最好不要下跌就不要产生浮亏就怎么想办法一直把收益往上，对吧？其实在上一周已经达到30多了，对吧？那这一周其实一共也没增加多少，也只增加了3%还4%，但这个3%、4%其实很不容易因为这一周整体的行情是向下的那么我也算体验了一把就我第一个心得，我就是要讲一讲，就是股票你如果逆势什么叫逆势，对吧？就是股票明明是整体的行情是不好的，是下跌的，然后你要去取得一些成绩想就逆势而为这个是很难的就反正我也是盯盘了也看了，然后弄来弄去那么第二点呢，我觉得还是就有很多很多机会，其实因为这个原来我也没有发觉的就是股市当中其实有很多机会，就像我们现在看到的什么英伟达什么这些谷歌还有那些什么英伟达的亲儿子反正就一大堆的股票，对吧？AI 一些科技股，都在下跌包括很多就是一些著名的股票都在下跌，也是打通了我的一些思路就是其实有很多机会就大家要去寻找更多的机会因为这股票实在太多了，五花八门像今年就2025年，有一只股票对吧，就是 SanDisk 就闪迪做那个存储的，像其实我们搞摄影的人对吧，买这种什么硬盘买这种那个 SD 卡这种都是用闪迪用了很多年。今年其实我认为2025年就保持到现在的这个涨幅，像闪迪从最低的$20多到今天的$200多，对吧？就它一年的股价翻了接近10倍，所以呢，这个其实是大家难以想象的。大家肯定想的都是那种更知名的，对吧？什么英伟达特斯拉之类的但是你看像这样的股票就翻了10倍并且这也是个很稳的股票，对吧？它也不是说什么一种是那种就是非常垃圾股，对吧？所以说呢，就是要更多的去寻找更多的机会那么对于后面的看法我还是要聊一下。今天呢，
这个股票呢是应该来说是反弹的啊，就是但大家注意我的用词啊，就是我说的是反弹。那么就是后市呢，我认为它是个反弹啊，就现在的最大的问题呢就在于还是啊我在第2集说过的，就是这个很大的靴子啊，就是利好还是没有落地啊，就像那个乌克兰和俄罗斯，对吧？谈到现在啊，就虽然啊取得了一些进展，比如说乌克兰他说我不打算加入什么北约了，对吧？那感觉好像又朝和平迈进了一步啊，但是呢，最终啊还是没有到来。其他的啊，像什么市场宽松的预期啊，或者说什么一些其他的利好因素呢，就能够啊稳定住市场，就像现在有反弹有什么，对吧？但是它能否就是像在最高位啊，就大家所有的那种像牛市一样的所有的股都一起暴涨啊，拼命涨，然后冲上去啊，不断的创造新高，对吧？这个还是目前来讲还是不行啊，就还是不行，就需要这样的一个催化剂啊。所以呢，我认为在明年的第1季度啊，我依然是不看好，我认为还是要下跌，现在还是反弹啊，这是我的观点啊。好吧，具体的原因啊，什么有的人说啊，因为什么日元要贬值了，要不要那个卖掉什么？股市会不会不好啊？就日元贬值，其实它不会跟美股啊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关联啊，因为日元它是跟日本股市啊是相关性比较高的啊，而且就其实宏观经济啊，就很多他比如说有的人他制定了很多很多的什么政策啊，比如说我要提振房市，我要提振股市，我要提振经济，提振那个商业，决策者其实他运用的工具啊，不一定就是能够达到效果的啊。有些事情它的本意是好的，对吧？比如说我要这样做，我要那样做，用来提振经济。但是事实上大家也会发现，对吧？就历史上很多著名的什么经济学家啊，就是人类最聪明的人，他们都输在了股市上。就他自己，你就要讲一套理论，就要去那个就是编个什么经济书，当个大学教授啊，没问题，或者当个科学家没问题。但是你要他实际的到股市上去操纵啊，他不行，对吧？所以最主要的原因就是说，这个东西它没有人能控制啊，包括那个股票大作手回忆录的作者，对吧？那个杰西·利弗莫他也说的，对吧？就是说能不能有人买单啊，最终是由无数的股民来决定的啊。其实现在最大原因也是在这里，就是你说你那些机构啊，或者说投资公司啊，或者说想提升股市的，对吧？就你可以把它当做华尔街吧，是吧？你说要把这些什么科技股啊，什么创造新的东西啊，比如说各种各样的新的产品、新的技术啊，想把这些股价给提升上来，它能提升上来，但是它稳不住啊。为什么？因为下面的人没有人，就是没有那么多人去买单，对吧？就像这个股票啊，它也像一个商品，就给他做了很多宣传工作，做了宣发工作什么，最后啊，这个出来客户不买单，对吧？或者说像一个电影要上市啊，搞了老半天，又有大牌明星，又有什么票房，人家不买账，对吧？所以这个东西很正常的啊。所以就是说，对于这种什么日元贬值啊，或者说你看到的任何的新闻啊，除了就是说对人类有什么经济上的毁灭意义的啊，就决定是因为人没有了，你就别谈股市了，对吧？你说如果现在有个什么大瘟疫啊，就像那个新冠疫情啊，或者说你什么战争啊，对吧？这种都是决定性因素的啊。那其他的，比如说只是一种政策经济的工具什么啊，这个起不了关键性的因素啊，所以这个完全可以忽略啊，除非你是做短期的投机的。日本的那个股市的指数或者日元的指数，短期的你要把这个短期的
这种动荡，你要把它放大100倍、200倍啊，这个时候你就要注意啊，这个时候你就要注意什么日元要贬值啊，日元要升值啊，因为它有可能瞬间的啊这种起伏是很大的，但是它放大到整个的这个，如果你不是搞这种杠杆很大的，微不足道啊，微不足道，好吧？那讲第三点啊，第三点就是，到底啊，我们是要买着好的股票过年啊，还是那个用现金过年，对吧？其实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其他的一些那个财经博主啊，应该是有的啊，有很多人啊，他们比如说像我经常看的一个博主叫玩钱老李啊，玩钱老李啊，那个博主其实长得挺年轻的啊，看起来不知道为什么叫老李啊，看起来挺年轻的啊。那么他的这个每次他是把账户打开给大家看的，对吧？啊，他里面买的什么什么股票啊？他其实自己就像一个 ETF 啊，就像一个基金公司，对吧？只不过他自己操盘啊。那么他比如说什么 Visa，比如说什么那些股票，反正就是他就买了很多那种比较稳的啊那种股票，对吧？还有像那个什么巴菲特的公司，对吧？他都买啊。那么还有那个像什么特斯拉这种啊科技股什么，他也买，对吧？所以就是，如果说就是你是买前面这种什么 Visa 这种什么巴菲特这种公司的股票，那我认为就是你大部分的资金啊，你放着就是去买这种股票放着啊是没有问题的啊，就你是睡得着觉的，而且呢，你只要留一部分资金啊，就是如果这些股有跌了，你愿意去补的，对吧？你再把它买进去，那么这种呢是一种长期收益者啊，长期收益者，反正就不像我吧，对吧？就是说我现在比如说做这个事情，我要把这个股票啊一个月看看能够涨多高，或者说明年啊我要立一个标准，比如说我明年我要这个资金涨5倍、涨10倍，那么我就要开始去操作，对吧？就是说长期的啊，做这种几年的这种到10几年的这种操作者呢啊，其实你是可以就是这个股票放着过年啊，这个没有问题。但是如果你满仓的啊，就是一些什么科技股，对吧？比如说你全是这种什么亚马逊啊、Facebook 啊这种科技股啊，或者什么，然后呢，就是你又想着要获利的啊，你也不是说我要这个资金放10年8年的，那我就觉得呢，你还是要卖掉股票啊，就是你要把资金放在手里比较好啊，不是说留一点股票啊。我的观点是都卖掉啊，就是你手里就只要有资金啊，因为道理很简单啊，人是没有办法预料就未来的市场的啊，就说你只能讲你的一个自己的判断。就像我现在觉得，比如说明年第一季度市场会跌，对吧？啊，当然我有我的一套研究的方式啊，那就讲的很详细，然后讲好久也不会有人看，对吧？所以我就告诉一个结果，我猜测的准吗？不一定的，对吧？但是有一点是现实的，就是我在今年的最后一个月，我也获利了40%，这个是大家都能看得到的，对吧？所以就是我告诉你的就是说什么，就是说你资金在手啊，你有的是机会，但是如果你买了那些高风险的股票，高风险的股票啊，那么你的这个机会就有可能被突然的打击啊，就像你突然就股市狂跌了一个礼拜，或者说明年来个更大的一个下跌，一下子你的这个资金就账户就少掉了50%，账户少掉了50%，等你再涨上来，那你都不够时间啊，就你可能下跌只要1个月，涨要涨个1年，你明年就没有了。然后你当时的这个心态啊，也会受到这个影响。人永远没有办法抓住所有的机会，你只要抓住一段就可以了，对吧？就你一年，比如说我现在我赚了40%，然后等到明年啊，我又看到有什么机会，然后我再进去啊，我又再赚40%，就你复利的这样上去就行了，对吧？就但是你没有负担啊，你不是这个股票一跌了50%，你心态也不好了，然后
这个再涨上去啊，慢慢等，今天涨明天跌，明天跌今天涨，对吧？好吧，所以这个是我的一个观点啊。那么今天就先讲到这里啊，祝大家多赚钱吧。